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是德国时间8月8日早上不到9点吧，我在外面，在莱茵河畔这里跟大家拍，因为我住在这不远吧，可以这样说。我现在拍这视频啊，一般都是用手机，目前用的是华为的 Mate 40 Pro， 用前置相机。大家觉得它的画面稳定性怎么样？我就是用自拍杆，然后呢，把手机架在上面就拍了啊。没有用那个防抖杆，就是自拍杆。今天我的话题主要是想给大家说说德国的报税，然后呢，德国对中产阶级的这定义。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呢是比较新的，因为我刚才还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，就是德国是怎么定义中产阶级的。这点我觉得应该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吧。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定义，它是标准很高的啊。据说就是国内的中产阶级，大部分人可能都达不到那个标准，因为它太高了。比如说，硬性的指标是你在国内的城市里面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比如说90平米以上，而且它的资产就是房子的价值至少要100万欧元，100万元以上。这100万啊，在小城市是蛮多钱的，这个在大城市，比如说北京、上海这种一线的话，这个100万实在太轻松了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硬性的指标是你的家庭年收入要达到至少30万到50万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的单身汉，那你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30万以上，这是硬性的指标。还有一个指标呢是又有一辆车，这辆车的价值至少要15万人民币左右吧，大概就是这3项硬性的规定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中产阶级的标准，在中国，比如说你有小孩的话，是不是上私立学校呀这种。但是总体来说，前面我说的3个硬性指标，一个是有一套房产，另外呢，你的年收入是多少，然后就是你有一辆自己的车，大概是这3个大的指标吧。大家看到我们画面左边这里有个加油站，我刚才瞄了一眼，现在德国的汽油的价格是1升大概是2欧元左右，也就是1升人民币是16块钱。开车的人上下班现在还很多，你看，这是科隆最主要一条大街之一了。目测呢，一般都是汽油车、柴油车了啊，反正电车很少的，骑车、自行车的人也不少。好，现在我站着吧，用三脚架把手机架着，然后呢，用后置摄像头在拍。大家觉得效果比刚才的前置摄像头更好一些吗？可能画面更细腻一些啊，这是正常，因为一般来说，手机后置摄像头它的配置要比前置要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德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。之前我在有些节目当中说过了啊，就是德国的职员吧，就是你做打工族，每个月大概在德国平均是2500欧元左右。我这里呢说这个数据肯定不是空穴来风的，我是看了各种各样的资料的。今天我又去做了一下最新的这个功课呢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跟大家非常肯定的说，德国对中产阶级是怎么定义的。德国的中产阶级跟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非常大的不同，为什么？我们来看看。根据德国这个专门做统计数字的门户网站的数据啊，2023年，也就是最新的，德国平均税后收入有工作的人是27416欧元，就是说月薪为税后的是2285欧元，这是单身人士的没有小孩的收入，这是全德国平均的有职业的人。但是这个平均收入，我觉得反而不是特别的适用。在德国还有一个所谓的中位数收入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也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啊，非常有说服力，是由德国国家媒体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，它有一组数据，最新的数据是2019年的，没有更新的了。但是要定义中产阶级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
中位数收入，而这个数字呢非常可靠，是由德国国家电视台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分台我看到的，它的是2019年的数字，没有更新的了。2019年的时候是这样，德国的中位数税后的月收入为2109欧元。那没有最新的2023年数据怎么办？我们走一下弯路吧。前面提到2023年平均税后月收入是2285欧元，这是2023年的数据。我看了一下这个统计数字，对比2019年提高了15.7%。所以呢，我们利用这个15.7%来加到这个中位数的收入上面，得出来的是2440欧元，也就是从原来2109欧元乘以1.157，就等于2440欧元，好吧？也就是说，在德国如果你的税后，也就是你的公司汇到你的账号上面的，你每个月得到这个2441欧元，那你就打败了德国50%的人有工作人了，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刚刚在中间2440欧元。那德国对中产阶级怎么定义呢？其实蛮简单的，比如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就给出了这样的建议，只要你达到中位数收入的70%到150%之间这个数，那么你就在德国属于中产阶级了。我们先看70%，我们取2019年的数字，德国中位数是2109欧元，70%那就是1476。只要你达到这个数，那你在德国就属于中产阶级了。然后呢，如果是150%，相当于3164欧元，税后的收入达到了1476到3164欧元之间，那你在德国就妥妥属于中产阶级了。在德国就这个唯一的指标，就是你的税后的收入，不规定你有房子，不规定你有车。刚才说的是2019年的数据，那么2023年的数据呢？按照前面我们说的，上涨15.7%的话，那么70%的收入大概要达到1707欧元左右，1707，那我们就弄个整数，1700欧元。也就是说，到2023年，如果你每个月你的收入达到了1700欧元，你在德国就属于妥妥的中产阶级了。这个收入线到底有多高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德国的开支吧，你就知道了中产阶级在德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现在我就拿1700欧元来分析一下，做一个单身人士，1700欧元在德国能够过怎么样的生活？因为从这物价和收入来比较，你才知道到底1700欧元，先不要折算成人民币不是说你挣欧元花欧元吗？那我们就1700欧元在德国花得了。那1700欧元在德国花的话，是怎么个花法？能够存多少钱下来？单身汉，我们以科隆为例吧。科隆在德国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，因为它并不是德国最富裕的城市，也不是德国最穷的地方，大概是中等吧。因为这里外国人的比例也比较高，相对来说收入不高在科隆，如果你是单身人士不是在像现在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居住，大概在偏僻点的地方，房租现在单身汉就是一室的公寓，就是只有一个卧室，没有客厅，卧室和客厅在一起的那种，加上一个小小的厨房，再加上一个洗手间，这样一套，目前在科隆不太好的区域，大概是500欧元左右。再加上可能有物业这样那样的费用，还有加上电费水费，我估计呢150到200欧元，我们就算200欧元，也就是呢你的房租加上这个管理费，一共700欧元左右700欧元光是住宿。因为像这个收入，我估计呢绝大部分德国人都不会有自己的房子，都是租房族。700欧元房租去掉了，只剩下1000欧元了，对不对？吃饭大概是300欧元左右，也就是已经去掉了1000欧元了，只剩下700欧元了。这700欧元怎么办呢？
大概通信费、上网费啊这种啊，比如说你手机还有上网的，还有电视费加在一起，可能有80到100欧元左右，算100吧，那你现在还剩下600欧元了。因为你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嘛，不是最核心的地方，所以你不得不买一辆车。如果你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700，除了这些固定的开支，你只剩下了600欧元，你能够存下多少钱呢？去外面吃饭还没有算呢，对吧？买衣服没有算呢，社交没有算呢，度假没有算呢。如果你这些都算上去，车都别想买了，1分钱都存不下。好，没车怎么办？得买呀，得买怎么办？没钱呢，没钱怎么办？只能贷款，对不对？买车要贷款，你还车贷300-400，那你剩下200，只剩下200元。衣服呢？度假呢？社交呢？吃饭，到外面吃饭呢？这些都没有。所以，即使你每个月有1700欧元的收入，最后你可以说你不负债就算很不错了，别说要存什么钱了。所以在德国，作为工薪阶层，很多人连钱都存不下来，甚至呢，很多人是月光族，你还有汽油费啊，还有那个车的保险费啊，还有修车的费用，对不对？这些如果你要养一辆车，在德国，因为你是工薪族嘛，你要开，对不对？我估计啊，每个月养车的费用大概是在300欧元左右，包括汽油费、修车还有保险。如果你真的想去度次假，每年度一次，那1000到1200欧元吧，2个礼拜，对吧？那摊派到1个月，就是每个月就100欧元的开支了，度假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达到了所谓的德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，那你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。最后呢，你还是月光族，1分钱存不下。不仅存不下，可能你还是富翁。那在德国，大概要多少钱才能够过上稍微体面的单身汉的生活呢？我估计至少要2000到2500欧元。我觉得2500欧元是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一个数目吧。如果你税后在德国拿到3000欧元的收入，在德国就算很高的收入了。作为单身汉的话，所以在德国，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德国大部分中产阶级，他们既没有房产，也没有财产，也没有自己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车，这车都是贷款买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德国，大部分中产阶级可以说是一无所有，他们得到的钱，每个月的进账，马上每个月全部都花出去了，存不下，更别说自己私人养老保险的补充了，没有钱呢。那么像这些人，如果你每个月你的税后收入只有1700欧元，你到时你老了之后，退休人员，你的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还要下降，因为到时你的退休金没有这1700那么多。德国退休金不是我说过统计数字吗？1200欧元都不到，1154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相当于你退休前这个收入的60%左右。这是德国真正的情况啊。比如说1700，你乘以0.6，对吧？60%啊，那是不是1100多一点？1100多一点点，就是跟德国所谓的那个平均养老金的数目1154，真的差不多。我们就拿德国养老金来说吧，1154，没有自己任何的其他的收入，这个情况在德国，大部分人肯定是没有房产。那么前面我说了啊，每个月你作为单身汉，你的房租要600到700欧元，房租加各种各样的管理费啊，什么附加费这样那样，还有加电费，600-700是肯定的。如果你作为养老人员，你只有1100多，你光是房租就500-600，可以说你活命都很困难。所以在过去我给大家也拍过，在德国越来越多人去那种垃圾堆啊，去找那种带押金的瓶子，就这个原因啊，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他们的生活，那只能到那个垃圾箱里面去找带押金的2毛5一个的瓶子来变卖，然后呢来补贴一些家用，否则
真的活不下去。这就是德国的中产阶级。其实从中国的定义来说，德国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嘛。无产就是没有自己的任何的资产。像这种人，虽然每个月收入1700，每个月交房租，除了这样那样交，一分钱都不剩。我们现在2023年，我们看清了啊，西方对中产的定义是怎么样的。别听起来这个中产好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高大上啊，人家你看外国啊，那么多人是中产阶级，以为人家富得流油。其实这中产阶级的定义啊，各个国家都不一样。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定义都像我刚才解释给大家听的。我相信呢，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差不多，可能中产阶级的标准比德国高一些，因为美国人平均的中位数的收入肯定要比德国的高，因为他的 GDP 比德国高不少嘛，所以他的中位数的收入我估计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水涨船高的。但是呢，美国的贫富差距也比德国更大，这点所以可能美国那社会的矛盾要比德国大一些。在德国中产阶级啊，如果你是属于最低一档的那个中产阶级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按照德国这个所谓的福利制度，最差的中产阶级其实过的日子还不如领社会救济的，或者与领社会救济的差不多。这就是这个德国所谓福利制度的它操蛋的地方。就是这样的制度呢，导致了养了很多的懒人以及烂人。在德国，即使我四肢健全，我不想出去工作，我是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，你有长居的也好，你是德国身份的也好，都可以领这个所谓的社会救济。这个德国社会救济怎么样呢？不是国家发钱了，是收我们纳税人的税的钱来发给他们。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一个概念，像一些公知宣传的，或是对德国根本不了解的人宣传的，这样免费那样免费，其实最后出在我们这羊的身上。可以这样说吧，在德国中产阶级就相当于不断被挤奶的奶牛，就这样，我就是被挤奶的奶牛，只有交税的份，没有享受德国福利的份。有一点我声明啊，在德国我绝对赞成要扶助那些真正的需要扶助的人。比如说一个孩子比较多的家庭，单身的母亲，对吧？你有孩子在德国没有老人帮你看护啊，那你就只能待在家里带孩子了。像这种人，虽然他不思考虑就自己要小孩了，不得不要小孩了，因为在德国打胎很困难，因为有教会的势力啊。这部分人他们是弱势群体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在德国这些有残疾的、心理残疾的，或者特别是身体残疾的人，我觉得这部分人呢，我们是需要照顾的啊。像其他的，像我这样有手有脚的，在德国很多人，很多在这里所谓的难民啊，还有很多在这里呢有所谓这个疾病的人，他们不去工作，就在家领福利。有的人在家就躺着，跟自己的老公老婆在做床上运动，然后呢生更多的小孩，这种拿他没办法。他们这种就是专门吃所谓的福利的人，每个月如果是单身的啊，我就不出去工作，我就是当懒汉，国家的法律拿他没办法。政府也就是我们纳税人帮他们出所有的住房的费用，包括房租，包括物业，包括电费、水费等等，暖气费，这部分开支包括了啊。然后发到他手里的钱是504欧元，就算500吧，他就负责自己吃饭就可以了。反正这种人已经吃福利了吧，所以他也不用买车了，直接在家就可以了，也没有很多社交了。而那些工作的人，刚才说了，要交房租，要那个养车，对吧？养车300-400欧元，300欧元至少，房租600-700就去了1000了，对吧？这是硬性开支啊，还没有吃饭呢，就剩下只有700欧元吃饭钱包括在里面。而这个人不出去工作，直接拿到手500，而那个人工作的还是中产阶级啊，剩下的钱只有700。还有那些有一些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呢，
可能他每个月税后的收入只有1400欧元呢，最后可能他剩下交了房租之后，交了那个养车的费用之后，剩下的可能只有400欧元了来生活了。而那个吃福利的人，一天1个小时都不去工作的人，拿到手就500。另外一个呢，辛辛苦苦1个月工作，剩下400。你说这样的福利制度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注意啊，那个人他有手有脚，就不想出去工作，他照样领500。另外那个人辛辛苦苦的1个月，最后只剩下400。这就是对比啊。所以在德国，现在很多这样的人，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个福利制度，所以他宁可在家，我就不出去工作了，让你们那些傻逼出去工作吧。这也是德国为什么那么缺这种低端工人的原因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出去工作和不出去工作真的没有区别。那我为什么要起早贪黑的出去呢？对吧？这就是这个福利制度变态的地方。所以有些呢，可能在这里德国的或是在西方国家的人，他一天到晚吹西方的福利，不是那些嫁给了德国的人，就是那些在德国专门像这种做懒汉吃福利的人，对他们当然好了，他们什么都不用干，然后直接拿钱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人呢，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社会，没有了解工薪阶层在这社会生存有多难，因为要开支的地方太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刚才说的是对德国中产阶级的这个定义以及中产阶级的收入怎么样？那对比中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呢？你们觉得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？我相信啊，在中国很多看咱们视频的网友，你在中国的收入达不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，可是你在中国的收入秒进德国中产阶级的行业，对不对？你一下就达到了西方最发达国家之一德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，你一定很高兴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